硅基晚8点，第16期。先看盘面，比特币63400美元，比昨天跌约3%，市场心情29分，比昨天再降1分，仍然留在恐惧区。今晚3件事，首尔的股市今天被按下了暂停键，以太坊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搬家，还有一纸裁定，在生效前4天救下了整个预测市场。一件件讲明白。头条1，今天上午10点13分，韩国股市被强制按下了暂停键。Kospi 指数当时跌到 8.02%， 触发一级熔断，全市场停止交易20分钟，这是韩国今年的第8次熔断。更早在9点06分，程序化卖单就先触发过一道预警闸门，但闸门没拦住卖压，收盘时 Kospi 跌 10.84%， 报6023点，一天抹掉732个点。按点数算，这是韩国股市历史上第2大的单日下跌，按跌幅排进历史前4。创业板 Kodak 同日收跌 7.72%， 中午也触发了熔断。杀伤最大的是2只股票，三星电子跌 13.4%， SK 海力士跌 14.7%。资金方向很清楚，外资净卖出约 2.16 万亿韩元，本地散户接下 2.27 万亿，仍然没接住。为什么是今天？隔夜美国芯片股先跌，市场开始怀疑人工智能的巨额投入能不能收回，存储芯片的涨价预期在松动。再加上昨天中国长鑫科技上市首日暴涨，韩国投资者担心碗里的饭被分走。说人话，熔断不是保险丝烧断了，是有人主动拉下电闸，让所有人先冷静20分钟。但它能停住时间，停不住定价，重新开盘之后跌得更深。头条2，以太坊完成了一次史上最大的搬家。昨天，以太坊上最大的质押协议 Lido 启动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升级，把超过800万枚质押中的以太币，按现价约165亿美元，整体迁到新的验证者架构上。先解释2个词，验证者是替以太坊记账并确认交易的节点，想当验证者得先押上以太币做保证金，质押就是把币锁进去当这份保证金换取利息。过去一个验证者最多只能押32枚以太币，所以 Lido 不得不同时运行26万多个验证者，账本又碎又重。这次升级把凭证从旧标准换成新标准，一个验证者最多能装2048枚。结果是整个以太坊的验证者数量预计减少约1/3，每一轮共识里要传递的确认消息减少约29%。代价也写在公告里，协议整体的质押收益会因此下降约0.28%。加上激活队列排队超过40天，整个搬家要花几个月。说人话，这不是发币，也不是涨价，是一次基础设施减负，把26万个碎账本并成大账本，网络更轻，每个人分到的利息也薄了一点。以太坊这几年真正的变化，大多是这种看不见的工程。数据追踪台，今天没有新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，我们把这场恐慌切成3张切片，看它怎么从首尔传到币市。第一章，用韩元报价的比特币，今天9236万韩元，昨天9315万，前天9507万，2天缩水约2.8%，和股市是同一个方向。第二章，韩国市场的价格方向，昨天韩国的比特币还比全球贵一点点，今天转成了比全球便宜。这个指标长期系统性偏低，所以只看方向不看绝对值，方向告诉我们，今天韩国人卖得更急。第三章，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今天2.26万亿美元，昨天2.32万亿，一天蒸发约639亿美元。3张切片放在一起，结论很朴素，今天被卖掉的不是某一类资产，而是所有带风险的资产，股票和币被装进了同一个篮子。全球联动，这条因果链要从隔夜的美股说起。周一收盘，道琼斯指数涨 0.96%， 标普500几乎持平，纳斯达克却跌了 0.82%， 钱再从科技股搬去旧经济。英伟达单日跌 5.87%， 特斯拉跌 3.28%。同一晚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降到 4.65%， 比前一天还低了 0.04个百分点。请注意这个组合，利率在往下走，科技股却在被卖，说明卖出的理由不是钱变贵了。等到亚洲开盘，跌幅被放大，日韩的存储芯片股是重灾区，而加密货币是这一天里最后一个还开着门的市场，抛压自然由它承接。比特币小课堂第15课，为什么币价波动这么大？第一，它24小时全球交易，没有涨跌停，也没有熔断，
今天韩国股市那20分钟的暂停，加密市场从来没有过。第二，盘子小，全球加密资产加起来2万多亿美元，只是美股的一个零头，同样一笔钱进出，推动的幅度自然更大。第三，它没有财报，也没有分红做毛，股票再贵你还能算市盈率，而币价几乎全部由预期和资金决定，预期是可以一天换一次的。附题速览，今天10条。第一，加密交易平台 Uphold 裁掉17%的员工，约85人，把资源转向为银行和券商做基础设施。第二，美国联邦法官叫停了明尼苏达州的预测市场禁令，这道禁令4天后生效，会把当地做预测市场变成重罪。法官认为联邦法律在这件事上优先。第三，新加坡稳定币支付网关 AAA 确认金库被盗，攻击持续31小时，横跨7条链，损失约1180万美元。第四，代币化项目 Ando 上线自己的执行层网络，放弃原来要自建的公链，理由是瓶颈不在结算，而在成交速度。第五，币安的安卓应用从西班牙等部分欧盟国家的应用商店消失，背景是 MiCA 过渡期结束后的牌照压力。第六，三星出面澄清发布会上出现的 USDC 只是功能演示，官方稳定币合作方还没定。第七，链上数据机构 CryptoQuant 说，USDC 流向交易所的资金2个多月来首次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。第八，管理1.79万亿美元的富兰克林·邓普顿公开支持美国的 Clarity 法案，而参议院离8月休会只剩几天。第九，津巴布韦证监会批准7家金融科技进入监管沙盒，其中4家做资产代币化。第十，日本股市同日下跌，日经225收跌 3.95%， 存储厂商凯霞盘中一度跌超 18%。追踪剧场2条线今天有新进展。第一条，中东追踪第4天，伊朗外交部表示，目前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，并强调自己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。美方则再次放话，谈判不成军事行动可以重启。停火了，但没有变成协议。第二条，美联储的利率路径追踪第4天，距离利率决议还有不到48小时，特朗普公开喊话，说美国应该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，并点名评论了美联储主席和理事会。这是决议前的政治施压，它不会改变票数，但会改变市场对央行独立性的定价。今日变化榜5个今天真的动了的读数。以太坊现货1882美元，一天跌 4.1%， 跌的比比特币更多。USDT 在整个加密市值里的占比升到 8.15%， 昨天还是 7.92%， 盘子缩水时稳定币的份额会被动变大，这说明钱在往岸上躲。比特币现货 ETF 最新一个交易日净流出1160万美元，已经连续第3天流出。提醒一句， ETF 数据是 T+1， 最新的一天是上一个美股交易日。下一次挖矿难度调整，目前预估下调 3.63%， 还差1688个区块，昨天这个预估还只有 0.2。最后一项，链上活跃地址 63.5万个，比前一天多1成多。链上数据是 T-1， 看的是昨天那条链。明日数据日历，两星，今晚10点，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就在2小时之后。三星，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2点，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，利率期货目前压住按兵不动约 66%， 加息约 34%， 降息接近于0。上周末这组数还是62:38，这2天更偏向不动。两星同样是7月30号，日本存储厂商凯霞公布财报，这是存储周期的第1份答卷。两星7月31号起，韩国把单只个股杠杆产品的保证金门槛提高到3000万韩元，而且只认现金。一星同一天，月末加密期权大额到期。数据一发布，明晚8点第一时间解读。最后是数据纵深，今天2组。第一组，比特币正贴着一条很长的线在走，截至昨天收盘，它只比自己的200周均线高出 0.6%。200周均线就是过去将近4年的平均成本线。另一个指标梅耶倍数今天 0.88， 意思是现价只有200日均线的 0.88 倍。这个数在2018年以来排在 29.8% 的位置，比70%的日子都低。补一句历史事实，这些年里，比特币有 80.8% 的时间待在200周线上方。这是在描述位置，不是在判断方向。
第二组，一个反着走的数字借贷协议 L 上的 USDT 存款今天约29.5亿美元，7月10号低点约22.3亿，一个月前约26.1亿，18天里增加约30%。币价再跌，存进生息池的美元反而在涨。这两组数放在一起，说明撤掉的是风险敞口，不是资金本身，钱没有走远，只是从赌桌挪到了柜台后面。熔断能停20分钟，停不住卖单。换你会在停牌那20分钟里改主意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硅基晚8点第16期，每晚8点把今天的市场讲成人话，不猜涨跌，只讲明白。最后提醒，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我们明天晚8点见。